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本期我們解讀的是 Simon Willison 關於大語言模型年度觀察，一篇是2025年的回顧，一篇是2026年的預測。過去的2025年可能是人類技術史上最為動盪的12個月之一。如果說前2年是 AI 的嬰兒期，那麼2025年則是由於技術過載而導致的混沌紀元。在這一年裡，我們見證了從推理之年到智能體之年的迅速迭代，代碼智能體與 Cloud Code 的崛起，徹底改變了軟件生產的定義，而命令行則將這種力量推向了每一個終端。這一年的演進邏輯充滿了矛盾與衝突，一方面是高端算力的階級固化，$200每月的訂閱服務成為了新的門檻；另一方面是權力的下放與轉移。中國開放權重模型在排行榜上異軍突起，打破了西方的壟斷。我們目睹了模型在學術競賽中奪取金牌的輝煌，也看到了 OpenAI 失去絕對領先地位， MetaLlama 迷失方向的落寞。2025年的結束標誌着本地模型與雲端模型均被競賽告一段落。站在2026年的門檻上，未來已不再模糊。關於代碼質量的爭論將徹底終結。Simon Willison 甚至預言手寫代碼將降至個位數百分比。以下是對幾個主要觀點的解讀，讓我們開始吧。推理之年，導火索早在2024年9月就已埋下，彼時 OpenAI 以 O1 和 O1 Mini 開啟了推理時代的序幕。這本質上是一場關於推理擴展與來自可驗證獎勵的強化學習的算力賭博。到了2025年初，隨着 O3、O3 Mini 和 O4 Mini 的密集發布，這場賭博演變為全行業的軍備競賽。幾乎所有主流 AI 實驗室都將推理作為了模型的標配。這種技術範式的核心，正如 Andrej Karpathy 所解構的那樣，是通過在數學或代碼、謎題等環境中，針對自動可驗證獎勵進行訓練，迫使大模型自發地演化出類似人類推理的策略。他們學會了將龐大的問題拆解為中間計算步驟，並反復推敲多種解決路徑。我之前做過 Karpathy 的2025年 AI 回顧，有興趣的可以在描述找到鏈接。在實際應用的戰場上，推理模型展現出了令人驚嘆的戰術價值。曾經效果存疑的 AI 輔助搜索，如今在 ChatGPT 的 GPT-5 Thinking 的加持下，已經能夠精準回應複雜的研究性提問。而在代碼領域，這種能力更是進化為一種外科手術般的精準模型，能夠從一個報錯開始，層層深入代碼庫的機理，穿越複雜的邏輯層級，找到根本原因，即便是最棘手的漏洞也無處遁形。智能體、代碼智能體和命令行之年。如果在這一年的年初，有人預測智能體將成為現實，多半會被視為痴人說夢。因為彼時這個詞彙甚至連一個確定的定義也沒有。然而，智能體不僅降臨了，而且以一種極其務實的方式接管了工作流，代碼、coding 與搜索 search。在搜索領域，曾一度流行的 deep research 模式，即要求大模型花費15分鐘以上收集信息，並生成詳細報告，在下半年迅速隕落。這並非因為需求消失，而是因為 GPT-5 Thinking和 Google 的 AI 模式展現出了碾壓級的效率，它們能在極短的時間內生成同等質量的結果，將常識任務壓縮為瞬間的反饋。這種速度的暴力提升直接宣告了舊有慢速模式的終結。2025年2月 Anthropic 高調發布了 Cloud Code， 這成為了全年最具破壞力的技術事件。這不僅僅是一個工具的發布，而是一種新物種的誕生。代碼智能體被定義為能夠編寫代碼、執行代碼、檢查結果並進行自我迭代的閉環系統。隨即，一場圍繞代碼控制權的戰爭全面爆發。CLI 代碼智能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Cloud Code、Codex、Gemini CLI、千問 Code、Mistral Vibe 佔據了命令行的高地，而 GitHub Copilot、OpenCode、OpenHands 等獨立供應商則在側翼突圍。Z、VS Code、Cursor 等 IDE 也紛紛完成了智能體集成。在2024年，命令行界面訪問模型還被視為一種怪異的小眾愛好，很多人懷疑終端是否太過硬核，無法成為主流入口。
但2025年徹底粉碎了這種質疑。Claude Code 等工具證明了開發者會熱情擁抱命令行。曾經作為門檻的晦澀語法，如 setfm、peg 甚至 bash 本身不再是障礙，因為大模型能瞬間生成正確的指令。截至2025年12月2日 ，Anthropic 將10億美元的運行率收入歸功於 Claude Code。這筆巨額財富證明了代碼智能體純文本的命令行工具不再是實驗性的玩具，而是一個能創造巨額財富軟件工業的核心生產力。Gemini 之年 ，Simon 指出，2025年 Google Gemini 度過了非常好的一年。在2025年 ，Google 密集發布了 Gemini 2.0、2.5和3.0，每個模型家族都支持音頻、視頻、圖像、文本輸入，且支持100萬以上的 token 上下文，能力一代比一代強。Gemini 的進步如此之大，以至於 OpenAI 在12月因為 Gemini 3的發布，宣布了內部的紅色代碼 Code Red， 推遲了新計劃，以回防核心產品。Google 推出了代號為 Nano Banana 的模型，並在11月發布了 Nano Banana Pro。Simon 評價 Nano Banana Pro 是專業級工具，不僅能生成圖像，還能生成非常有用的詳細信息圖表和文本，在圖像編輯指令的遵循上表現最佳。Google 還發布了開源的命令行代碼智能體 Gemini CLI。Simon 特別指出了 Google 最大的潛在優勢在於底層硬件，幾乎所有其他 AI 實驗室都依賴英偉達的 GPU， 這支撐了英偉達的高市值。而 Google 使用自研的 TPU，Google 證明了 TPU 在訓練和推理上都表現出色。當競爭對手的最大開銷是 GPU 時間時， Google 擁有自己優化且成本更低的硬件站，這是一個令人生畏的優勢。總結來說，在 Simon Willison 看來， Gemini 在2025年不僅追平了差距，甚至在圖像、長上下文和硬件成本控制上建立了獨特的優勢，是導致 OpenAI 失去絕對領導地位的關鍵因素。Llama 迷失方向之年。如果說2024年是 Meta Llama 的加冕之年，那麼2025年則是其跌落神壇的一年。備受期待的 Llama 4於4月發布，但結果令人失望。這不僅是因為發布時的醜聞，更在於戰略方向的錯誤。Llama 系列曾經的殺手鐧是提供適合筆記本電腦運行的尺寸，但 Llama 4的模型體積過於龐大，即便進行量化，也無法在 Simon 的64級字節內存的 Mac 上運行。那個傳說中的2噸參數量的 Llama 4 Behemoth 似乎被遺忘了。到了年底， Ollama 上最流行的依然是舊款的 Llama 3.1。Meta 的新聞版面不再被技術突破佔據，而是充斥着內部政治鬥爭和為 AI 實驗室招聘花費巨資的消息。OpenAI 失去領先地位之年。2025年標誌着單極霸權的終結。OpenAI 雖然人強，但已陷入四面楚歌。在圖像領域， OpenAI 徹底輸給了 Google 的 Nano Banana Pro。在代碼領域， Anthropic 的 Opus 4.5 被許多開發者認為略微領先於 GPT 5.2 Codex。在音頻領域，正受到 Google Gemini Live API 的嚴重威脅。OpenAI 目前唯一的絕對優勢在於消費者心智。大眾可能不知道什麼是語言大模型，但都知道 ChatGPT， 其用戶基數依然碾壓 Gemini 和 Claude。每月200美元的訂閱之年，算力的稀缺性最終體現為價格的暴漲。2025年確立了一個新的定價錨點，200美元每月。Claude Max、ChatGPT Pro 以及 Google AI Ultra 紛紛以此價格面世，其中 Google 甚至超過200美元，是249美元，標誌着 AI 服務正式從大眾消費品向專業生產力工具分化。這種定價策略並非單純的商業收割，其底層邏輯在於代碼、智能體對 token 的驚人消耗量。Claude Code 和 Codex CLI 在處理複雜任務時會燃燒海量算力，一些企業級的運算僅僅一個晚上就可能消耗掉幾百美元的 token。中國模型之年，地緣技術的版圖在2025年發生了劇烈震盪。中國 AI 實驗室以一種集團軍作戰的姿態，在開放權重模型的戰場上確立了主導地位。截至2025年12月30日，排行榜的前列已被智譜 4.7、Kimi、DeepSeek、Minimax 等名字佔據，
而非中國模型中排名最高的 OpenAI 僅勉強擠入第6。這一變革的起點可以追溯到2024年聖誕節發布的 DeepSeek 3，其極低的訓練成本約550萬美元，震驚了業界。而隨後在2025年1月20日發布的 DeepSeek R1，更是引發了資本市場的恐慌，直接導致 NVIDIA 市值在一夜之間蒸發約5930億美元。長任務之年，時間成為了衡量 AI 進化的一把新標尺。根據 METR 的圖表數據 ，GPT-5、GPT 5.1 和 Claude Opus 4.5 已經突破了人類耐力的極限，能夠獨立完成人類需要花費數小時才能完成的長任務。而就在1年前，這一上限還停留在30分鐘。這種能力的躍升不僅是線性的 ，METR 的結論更是令人嘖舌。AI 能做的任務長度每7個月就會翻一番，這意味着機器正在迅速侵蝕人類在長時段複雜勞動中的最後堡壘。110個工具之年，2025年 ，Simon 在他的個人網站上構建並發布了110個工具。這些工具被定義為氛圍編碼、AI 輔助的 HTML 加 JavaScript 工具。這些工具大部分是在手機上編寫的。展望2026年 ，Simon 也給出了自己對於未來1年、3年和6年的預測。在未來的1年裡，關於代碼質量的爭論將徹底終結。針對代碼使用強化學習訓練的推理模型，將使大模型生成的代碼質量無可辯駁。Simon Willison 預言手寫代碼將降至個位數百分比。在這個新世界裡，繼續爭辯 AI 代碼的質量不僅僅是固執，更是在自毀專業信譽。另外一個是關於智能體的安全問題。成千上萬的工程師在幾乎是 root 權限的裸奔狀態下運行着代碼智能體。這種僥倖心理被 Johan Rabager 精確地定義為偏差正常化。僅僅因為至今未發生災難性後果，我們便理所當然地接受了這種致命的危險操作。Simon 認為，沙盒機制或者容器技術必將成為關鍵性措施。將目光投向3年後的2029年，軟件工程行業將面臨傑文斯悖論 （Jevons Paradox） 的終極審判。這將是一個分水嶺時刻。我們將最終知曉程序員的命運，是因為生產代碼的成本降至微塵而導致職業價值的全面貶值，還是因為需求被激發了10倍，使得擁有駕馭 AI 能力的工程師變得前所未有的昂貴？如果歷史遵循效率紅利的邏輯，我們或許會發現，正是因為一個人可以完成過去10個人的工作，定制軟件的需求才會像寒武紀大爆發一樣淹沒世界。而這正是 Simon 押注的方向。關於傑文斯悖論，我也做過一期節目，有興趣的可以移步觀看。當時間推進至6年後，2032年，在文本編輯器中逐字輸入代碼這一行為，將像上個世紀的穿孔卡片一樣，成為博物館裡的陳列品。這並不意味着軟件工程的消亡，而是一種職業本質的徹底升維。在這個時代，沒有人會因為熟練掌握語法或手動敲擊鍵盤而被支付薪水。那些將詳細規範轉化為具體代碼行的工作，將完全由機器接管。在這個後代碼輸入時代，工程師的價值將完全轉移到其他所有事情上，即對系統的深刻理解、架構的設計以及對複雜問題的拆解能力。隨着我們在 AI 輔助編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這部分其他事情的疆域正在急劇擴張。恐懼將隨着技能的遷徙而消散，因為我們終將發現，在每秒鐘能生成數萬行代碼的算力暴力面前，人類唯一的護城河是那些無法被定義為語法的直覺與經驗。以上就是 Simon 的2025年復盤，以及在2026的時點上對未來3年、6年的關鍵預測。你更認同哪一點？把你的觀點打在評論區，別忘了點讚、轉發，讓更多人看到。我們下期見。